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到的是巴铁的神装备到手了。今天会关心到它来自于拿到了大陆的40架的歼35A1、空警510，还有汉国级的这个潜艇武装它的海陆空。那么当然了，现在印度方面可要紧张了，莫迪会不会睡不着觉呢？再来就是伊朗抢着当中国大陆的铁杆兄弟，有办法做到吗？如果大家认为有办法的话，可能强化这个伊铁，所谓的中国大陆跟伊朗之间的关系的伊铁，帮我们留言写1。如果你认为不可能，帮我们留言写下2。好，我们继续的来互动哦。这一次的美伊战争暂时的停火，居中协调的关键人物其实就是巴基斯坦这个国家了。现在大家也在重新检视这个南亚的新兴的军事力量，尤其在印巴空战那一场空战当中，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认为它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军事的强权来看待了，并且我们看到它最近可以说在战力上面出现了跳跃式的提升，就是因为它跟中国大陆采购了3样的关键武器。这3样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检视。第一个，中国大陆接下来会出售40架的歼35A1逆中战机给巴基斯坦，能够大幅提升巴国的空战能力。注意了，这是中国大陆这个隐形逆中战机首次的外销，就是给巴基斯坦。第二件事情是接收了中国大陆的空警500预警机，监视半径470公里，能够在巴基斯坦的境内就监视到印度北部的核心的区域。再来就是说，歼35A 如果一旦搭配了空警500，可以让巴基斯坦维持10到15年的一个空中上面的优势。第三件事情是，巴基斯坦向中国购买了8艘汉国级的潜艇，并且在4月30号完成交付了第1架的潜艇，第1艘的潜艇大幅提升了巴基斯坦海军上面的威慑实力。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有了这一些海空的战力，印度还有能力来对抗吗？委员怎么看？我就接着我在前一个题目所提到的嘛，这就是不同的大哥展现不同的风范哦。就是像美国这种大哥呢，他就是要我们去买匕首跟扁钻，用比较次等的武器帮他去守第一岛链，抛头颅洒热血。那对中国大陆这个大哥来讲呢，他希望结交巴铁这个兄弟，他就干脆移转最先进的武器，就算要卖，也是卖最好的军事装备给他。大家一看就知道了，如果你是小弟，你要认谁当大哥嘞？那么回过头来看，这次中国大陆这个卖给这个巴基斯坦或者是移转的技术到底多重要哦？就第一个，当然歼35A1我们都知道，如果巴基斯坦取得了歼35，它等于是在南亚取得了第一批的第5代的逆中战机哦，就是印度的主力战机是上次被打下来的阵风战机，它还是所谓的半逆中战机，它不是全逆中战机，所以等于在空战上，这个在战机的这个数值上，巴基斯坦已经取得了优势了。那你更不用讲说它搭配了空警500，刚才这个思敏告诉大家说，它可以掌握到400。这个掌控半径在470公里吧，对，那它就具备了什么呢？它具备了引导战机远程攻击的能力嘛。这个在上一次的印巴战争大家就看到了，让这个巴基斯坦的战斗机可以让这个所谓的枭龙或歼十可以射后不理，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有空警500在上面。那你搭配了所谓的PD-15的飞弹的话，PD-15是2阶段的这个燃料哦，所以它的射程可以加倍，所以 PD-15号称可以射到300到400公里，所以因此对方的战机都还没看到你的时候，它就已经被你的飞弹打下来了哦。那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移转了这个我们叫做汉国尔级 Hangul 的这个 class 的这个潜舰，它不是只卖它。他卖了他4艘，他另外4艘让他这个巴基斯坦自己建造，他等于是把技术做了移转哦。这个汉国尔级的潜舰虽然是柴电潜舰，可是它具有所谓的绝气推进系统。所谓绝气推进系统，就是说我这艘潜舰可以在水里待2个星期，不用浮到水面上来充电哦。那么因此被这个侦测到的可能性就更低了。那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坦白讲，我觉得这是中国大陆战略上的一个很大的调整。他看到了这一次荷姆兹海峡的状况，他清楚地理解到。这个在地球上，由于地缘关系的这些重要水道哦，这个航道哦，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的重要性了。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它长期念之在之的就是这个马六甲海峡被对手掌控。可是各位如果看一下这个世界地图哦，中国大陆打造了中巴经济走廊，现在在打造中巴铁路，接到了瓜达尔港。
光靠中巴经济走廊跟这个中巴铁路，中国大陆就可以避掉了马六甲海峡哦。所以呢，我认为中国大陆这次全面的武装巴基斯坦，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让巴基斯坦成为它真正的战略伙伴，然后把中巴经济走廊跟这个中巴铁路变成，一旦马六甲海峡被封锁的时候呢，不至于让中国大陆其他的货运全部被拦截下来。好，我们看到大陆再次的武装这个巴基斯坦，也让巴基斯坦成为现在南亚非常重要的、大家会特别关注到的一个区域军事强权。那其实巴基斯坦除了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帮助，现在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国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双方已经正式签署了这个战略共同防御协定，一方遇袭就要来做共同的防御。另外呢，巴基斯坦大手笔买武器，根据了解，这个钱所有的资金就是来自于沙烏地阿拉伯。那现在看在眼里，这个八国变强了，最担心的就是巴基斯坦的死对头，也就是印度了。印度当然想办法增强自己的实力啊。那最新消息，它是跟俄罗斯互相签署了相互后勤支援协议，接下来双方会可以共同享有的就是军事基地、港口、机场关键设施，还可以互相派驻5艘的舰艇，最多准许临时部署3000名兵力在对方的这个境内。印度执政党说，这个协议可以让敌人彻夜难眠，会不会成为巴基斯坦、印度接下来是成为下一个火药库吗？那岳老师又怎么看？我先要强调哈，巴基斯坦的叫铁杆，就是说我们北方话讲的换铁弟兄啊，就是说当成这个军事上联盟弟兄。但这一次3种机器歼35啊，这个歼35A 嘛，就是一就是出口的意思，然后这个空中预警机。还有这个地底下的潜艇，这个都是最先进的装备。那个巴基斯坦能够拥有这些武器的话，其实纯粹是要大陆要面对中东的机会，所以说不得不佩服啊。就是巴基斯坦跟这个沙特签的这个协防条约里面的话呢，大家知道吗？这3批武器合起来的话呢，将近130亿美元呢。巴基斯坦自己的外汇存底才120亿啊，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抽个 commission， 沙特跟这个什么凯达付钱啊，他哪有这个钱呢？那沙特现在的话就没有理由跟中国买武器，你买这么先进的武器，那美国讲那你要干嘛啊？那个这边，所以巴基斯坦刚好扮演这个白手套。这3件，这个大家要了解，巴基斯坦乐着去把整个中国的装备，不是只有这个很先进的，连那个中械师里面都带去13000多人，都放在沙特里头，要干什么呢？就摆在那边，让你就不敢乱动嘛，也是压住。大陆跟伊朗的关系的话，跟巴基斯坦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印度这边情况下，我觉得印度跟俄罗斯签这个约。你老早就讲过啊，这个去年的5月7号到现在，印度起码掉20年了，根本起不来了。打仗是要靠人的啦。那印度本身来讲的话呢，阅个兵什么的都搞一大堆摩托车转来转去的，那个像风车一样，那管啥用呢？你现在感觉到很紧张啊。现在的话呢，巴基斯坦是根本没有心情管印度在干嘛，理都不理啦。现在巴基斯坦也要借这个机会，因为巴基斯坦原来就是穷。弱被印度欺负，那现在不穷了，也不弱了。不穷是因为有国支持，不弱是因为有中国的武器。但巴基斯坦现在怎么会看上印度呢？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情况看得非常明白啊。对，所以看在眼里，这个巴基斯坦的崛起，让这个现在正在打美伊战争的伊朗开始重新思考说，过去呢他们在各个国家之间都保持一个中立的态度是不太对，是不是更加的应该要靠拢中国大陆或俄罗斯，以免再次的确保这种安全的保障？所以最新提出是否将国家的一部分抵押给中国，达到如今巴基斯坦现在可以有的地位。那确实，中伊过去在合作上面，主要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谈了很多的军民两用的这些物资之外，还有就是石油。那这场冲突之后，会不会伊朗重新考虑它的这个国际关系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干哥怎么看？对，伊朗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伊斯兰教，他们不会说，哎，我跟你结盟，或我把你当大哥，那是南韩才会干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伊朗你看他怎么可能说啊？我们向俄罗斯靠拢，或向中国靠拢，就是他们的民族性不是这样。可是革命卫队最近的内部会议就说，我跟你讲，我们在跟美国的抗争之中，就是没有这样子的盟邦来帮我们啦，我们才会输啦。所以说我们是不是策略要调整一下？我跟你讲，伊朗其实他在1987年，就40年前曾经有一个机会可以这样，可是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何梅尼阻止，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美元断了嘛，对不对？1979年的那个推翻王室的革命之后，其实老实讲一句，巴勒维国王流亡，然后美式装备就断了，伊朗的军备就一塌糊涂了嘛。所以到1987年的时候，你知道中国第一次给他们什么东西？叫做什么？叫做
蚕式飞弹。什么叫蚕式飞弹？就是那个伊朗他们自己的讲法，其实就是鹰击飞弹的前身就对了啊，那是最早的，是仿制俄罗斯的明核飞弹，这世界上第一种反舰飞弹就对了啦。结果这个飞弹你知道多厉害？打到了后来差不多几年之后，打到了波斯湾的那个美国邮轮上面，打一个大洞，哇，鼓掌，真的。